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潮。最近刷脸书 PTT 是不是总看到美国斩杀线这个词？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新出的游戏副本，点进去才发现这根本是现实版的生存恐怖片。作为在台湾打拼的年轻人，我们每天被低薪、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，难免会好奇，美国真的有斩杀线？而且还真有那么吓人吗？大陆那边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斩杀线？今天就用我们台湾年轻人的视角，带大家扒一扒这两地的生存难关，再对照我们自己的处境，看看谁的日子更难，又能找到什么破局思路。先给没跟上热点的朋友补课，美国的斩杀线就是说，普通人的财务状况一旦跌破某个临界值，就会触发住房、医疗、信用的连环打击，直接滑向无家可归的绝境，根本没机会回血。这不是夸张，我在美国读书的表哥给我讲过一个真事，他的同学是个华裔留学生，打球崴了脚，疼得站不起来，朋友要打救护车，他却抱着腿哭着说死也不叫，因为他查过，纽约救护车一趟起步价就是$1200，加上急诊费、X 光片，没有保险的话直接破$5000。这对靠打工攒钱缴学费的他来说，就是直接越过斩杀线，后半辈子都可能背着债过日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在美国根本不算特例。美联储的数据显示，37%的美国成年人拿不出$400应急金，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我们台湾年轻人手里连1.3万新台币的备用金都没有。前阵子刷到一个美国博主的短视频，他感冒引发肺炎，硬扛了3天，最后咳到缺氧才去医院，结果收到的账单是$2.3万，折合新台币快70万。他说这一趟就把我推过了斩杀线，本来还在攒首付的钱瞬间清零，还得欠信用卡，房租交不上，差点被房东赶出去。更吓人的是美国的连锁绞杀机制，你以为只是一笔账单？错了，一旦你付不起医疗账单，信用分就会暴跌，信用分低了，房东不租房给你，老板可能会解雇你，甚至连手机套餐都只能选最基础的。我表哥说他有个美国同事，因为交通罚单没及时交，滞纳金滚到了$800，没来得及付，结果车子被拖走，上班没了交通工具，只能请假，最后被公司以无故旷工辞退，没了工作，房贷断供，房子被银行收走，不到半年就从有房有车的中产变成了睡地铁站的流浪汉。这就是美国斩杀线的恐怖之处，它是制度性的一刀切，没有缓冲，没有退路，一个小意外就能让你万劫不复。而且美国的保障漏洞真的很大，台湾的全民健保覆盖率超过 99%， 我们每月交800到1500新台币的健保费，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重大疾病，自付比例都很低，癌症治疗甚至能低到 5% 以下。但美国有 8% 的人口没有医保，拉美义务保率更高，这些人一旦生病，要么硬扛，要么直接被账单压垮。之前看到一个数据，美国每年有64万人因为医疗债务破产，这比台湾全年的失业人数还多。对比之下，我们台湾的健保虽然有时要排队，但至少不会让你一并返贫，这一点真的要庆幸。聊完美国，再说说大陆的斩杀线。与其说是斩杀线，在大陆叫生存红线更确切。很多台湾朋友可能还停留在大陆发展快但压力大的印象里，其实大陆的斩杀线和美国完全不是一个逻辑，它不是赤裸裸的账单秒杀，而是高成本、高杠杆下的温水煮青蛙。我有个高中同学，3年前他去上海工作，他给我讲了一个大陆朋友的故事，听得我心惊肉跳。他这个朋友是做互联网行业的，34岁，月薪3万人民币，在大陆算高薪了。几年前在上海外环买了房，贷款30年，每月房贷1.5万人民币。本来日子过得不错，结果去年遭遇行业裁员，他成了被裁的那个。你以为只是失业？麻烦才刚开始，失业后他找不到同等薪资的工作，新工作月薪只有1.8万人民币，扣掉房贷只剩几千块，连生活费都不够，想把房子卖掉，结果房价跌了，当初买的时候每平 3.5万人民币，现在只能卖3万，算下来卖了房还欠银行20万人民币，
老婆本来是全职太太，为了补贴家用，只能出去找工作，但孩子还小，要请保姆，每月又是5000块开销。不到1年，这个曾经的高薪白领就从中产变成了负债族。他说自己踩中了大陆的断供线，这就是大陆版的斩杀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大陆的生存红线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。首先是房地产的负资产红线，就像我同学朋友的情况，大陆很多家庭都是高杠杆买房，一旦房价下跌或者失业，就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。大陆的房价虽然近几年有所降温，但像北京、上海这些大城市，核心区房价还是很高，普通年轻人不吃不喝攒10几年都未必能凑够首付，和我们台北市中心每平至少80万新台币的房价一样，让人绝望。然后是职场的35岁门槛，这在大陆互联网、金融行业特别明显。我同学说，他公司里35岁以上的员工都很焦虑，因为一旦被裁员，再就业很难，薪资可能直接腰斩。对于背负房贷车贷的中年人来说，这就是致命打击。对比我们台湾，虽然职场也有论资排辈，但35岁如果被裁员，至少还能找到差不多的工作，不会像大陆那样一刀切的被职场抛弃。还有教育的军备竞赛线，大陆的家长为了孩子能上好学校，要买学区房，报各种补习班，开销大到吓人。我同学说，他邻居为了让孩子上重点小学，花了800万人民币买了一套40平米的学区房，每月还要给孩子报5个补习班，光学费就花掉工资的一半。一旦家长收入波动，这条军备竞赛线就维持不下去，孩子可能要转学，学区房也可能因为房价下降而赔钱转卖，家庭矛盾也会爆发。这和我们台湾的教育压力有点像，但大陆的竞争激烈程度确实更甚。不过，大陆的缓冲机制也很明显。首先是家庭互助，大陆人重视大家庭观念，一人遭遇危机，全家都会帮忙兜底。我同学的朋友失业后，父母从老家过来帮他带孩子，省了保姆费，岳父母还拿出了养老钱帮他还房贷，这才没让他彻底垮掉。这一点和我们台湾很像，遇到困难时，家人永远是后盾，而美国则强调个人主义，亲戚朋友很少会经济互助，一旦出事只能靠自己。其次是大陆政府的政策调节，近几年大陆一直在搞医保谈判，把很多高价药的价格砍下来，比如治疗癌症的 PD-1抑制剂，原价每年几10万人民币，现在纳入医保后，患者每年自付只要几万块。还有房住不炒的政策，抑制房价过快上涨，给年轻人更多买房机会。对比美国，政府对医疗、住房的调控力度很小，资本说了算，普通人只能被动承受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小伙伴会问，那我们台湾有没有斩杀线？说实话，有，但和美国、大陆都不一样。我们的生存红线是低薪和高房价的双重挤压，是钝刀子割肉。在我家楼下的便利店打工的小哥，今年28岁，月薪4万新台币，房贷要还 3.2 万，遇到无薪假后，薪资只剩 2.9 万，连房贷都不够，只能靠吃泡面省房租。他说以前听说台劳，以为是个笑话，结果现在自己成了笑话。台北市中心房价现在动辄每平90到100万新台币，一个刚入职的公务员月薪才4到5万，不吃不喝也要攒20-30年，才勉强凑得出一个小宅的首付。这和大陆年轻人的买房压力一样大，但我们的薪资增长速度却赶不上房价上涨速度。还有就业的隐性门槛，我25岁的设计系的朋友，毕业时投了87份简历，只收到2个面试通知，其中一家还明确说前3个月半薪试用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平均起薪只有 2.8 万新台币左右，扣掉房租、生活费，根本攒不下钱，更别说应对意外了。虽然我们有全民健保、失业补助金，最多可领6个月，每月最高 2.4 万新台币，青年租屋补贴，每月2400到8000新台币，这些福利能帮我们缓冲，但低薪、高房价的困境依然是悬在我们头顶的隐形斩杀线。不过对比美国和大陆，我们台湾的生存环境其实有不少优势，比如我们的全民健保让我们不用害怕生病破产，我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更完善，失业了有补助金，租房有补贴，
育儿有津贴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安全网。而且我们台湾的生活节奏相对缓和，没有大陆那么激烈的职场竞争，也没有美国那么残酷的制度性绞杀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掉以轻心。现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，台湾的制造业受美国关税影响很多，有些企业都在放无薪假，7334人被迫减班休息，近90%是年轻人。台积电的股价波动也让很多股民受损，我们这个护国神山也面临着产业链外迁的风险。作为台湾的年轻人，我们同样面临着生存考验，只是我们的考验是慢刀子割肉，而美国是快刀斩乱麻，大陆是高杠杆博弈。其实，不管是美国的斩杀线，还是大陆的生存红线，亦或是我们台湾的隐形压力线，本质上都是年轻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挣扎。美国的朋友要担心一场病就破产，大陆的朋友要应对35岁失业和房贷压力，我们台湾的朋友要面对低薪和高房价的困境，但我们都在努力生活，都在寻找破局的机会。我有个朋友叫王凯，26岁的程序员，去年从台湾搬到上海工作，现在月薪3万人民币，比在台湾多赚1倍，房价反而比台北便宜1半。他说在台湾的时候，每天做着重复的工作，看不到晋升希望，薪水也涨不上去，但到了大陆，虽然工作辛苦，却有很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，2年就升了部门主管。还有我表哥，在美国读完书后，就回到了台湾。他说在美国每天都活在怕越过斩杀线的焦虑里，回到台湾虽然压力也大，但至少睡得踏实。所以说，没有哪个地方的生活是完全轻松的，关键是要看清楚每个地方的生存底线在哪里，自己能不能承受。美国的斩杀线最残酷，没有缓冲，风险最高。大陆的生存压力大，但机会也多，只要肯努力，还是有上升空间。我们台湾的优势在于福利完善，生活稳定，但低薪和高房价的问题也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。作为台湾的年轻人，我们不用羡慕别人，也不用抱怨自己的处境。美国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完善的社会保障有多重要。大陆的发展告诉我们，抓住机会才能改变命运。我们有全民健保兜底，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，更有和大陆一衣带水的优势。很多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发展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斩杀线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应对风险的准备。不管是在美国、大陆还是台湾，控制杠杆、储备应急金、提升自己的能力，都是跨越生存红线的最好办法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既可以坚守本土，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打拼，也可以勇敢地走出去看看，哪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更大的发展空间，我们就可以在哪里工作和生活。毕竟时代在变，机会也在变，与其纠结于哪里的斩杀线更狠，不如专注于如何让自己不被轻易打倒。希望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，不用被斩杀线吓倒，也不用在压力中迷失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跨越生存红线的故事？或者你对美国、大陆、台湾的生存压力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交流。我们下次再见。